大家好，我是左手响指的 Loki， 今天给大家讲沈阳市雨夜离奇命案。1957年7月28日下午4点钟，雨后某军人在沈阳市东林大道上发现了一个白色小布包和一只陷在泥中的黑色女士皮鞋，感觉不妙的军人开始在附近寻找，结果在小白包东北方向的树丛中找到了一具女人的遗骸，他立即向当地公安报了案。市局接报后，立即派出法医和警方于当天下午7点赶到现场。现场位于东林车站前，通往东林公路上距车站1公里左右，公路两侧都是高草树丛，遗骸位于树丛中，距人行道3到4米。遗骸西南方向8.2米的地上有一个小白布包，白布包再西南方向2.4米处有一只女士皮鞋陷入泥中，白布包内有人民币20元、女性衬衫1件、抚顺发电厂女职工李时珍照片1张、苹果2个，还有一些废纸，以及666粉1包。这里的666粉，我相信绝大部分的人都不知道是什么。查阅资料后了解到，在过去，人们不但用它杀灭果树的害虫，还用来杀灭家里和身上的跳蚤，简直就是当年的网红神药。上世纪末，农业部发现666粉其实对环境及人体的危害非常大，于是禁止了666粉的生产。回到现场，遗骸头北脚南，侧仰于地上，两腿向左弯曲，手上有血迹，两脚下的草地上也有血迹。受害者穿套头式上衣，内衬白色毛衣，下身穿长裤，裤扣正常，左脚穿皮鞋，左裤兜内有人民币8角2分，以及李时珍给受害者的一页信。检查鼻耳无异物，颈后背两腰部有锐器伤20处，其中左下颌处有贯通伤。从受害者被刺20刀来看，有仇杀的可能。受害者兜里的一张废纸上写满了痛苦2字，不排除因为生活上有波折，与他人起冲突后引起的凶杀。警方首先要弄清的是受害者他到底是谁？照片上的李时珍和受害者又是什么关系呢？通过访问周围居民，了解到受害者是从抚顺来的农学院学生，下午3点55分下的火车，下车后曾打听去林前道路的方向，说是要赶汽车回农学院。当时东林车站的负责人看到天阴得非常的厉害，感觉马上就要下雨，于是让女生和自己搭个伴。可是女生并没有等他，匆匆忙忙的就走了。3点55分的火车，共有13名旅客下车，他们都有目击到这个女生离开了车站。了解到受害者是农学院学生以后，警方便兵分2路，分头去农学院和抚顺发电厂进行调查。1小时后，去农学院调查的结果是，受害者名叫李石兰，21岁，农学院2年级学生，共青团员，平时为人正直，学校不了解他的感情生活。他于27日从学校离开，去抚顺的姐姐李时珍家。抚顺方面的调查结果是，李时珍，抚顺发电厂会计，未婚，住单身宿舍，因前些日子生病，写信给妹妹李石兰，希望她可以来抚顺看看自己。27日下午4点，受害者坐汽车到抚顺，28日下午坐火车回的沈阳。他们还有一个哥哥，1953年从香港回来，他们的父亲是老师，已经离世，母亲曾因贩卖假药而被判2年有期徒刑。受害者家庭整体情况比较复杂。了解了受害者身份及其家庭情况后，警方继续研究分析案情。有人觉得凶手可能从抚顺一路尾随过来行凶，也有可能是预先知道受害者回校的日期，埋伏在途中并杀害了受害者。由于现在掌握的证据还非常的少，没有办法得出肯定的结论。现在最重要的还是现场中那些隐秘的细节。4日早晨5点，警方重新勘查现场，又发现受害者颈下甲状软骨上有横长14厘米、宽0.3厘米的勒痕一道，右端有宽0.5厘米的表皮剥落，说明受害者不仅被锐器刺了20处，还被绳索勒过。眼结核膜有溢血点的表现，受害者应该是窒息而死。在现场附近寻找作案工具和凶器的同时，又发现距受害者北边25厘米，距离人行道5.3米的杂乱树丛下，竟然还有另外一个白布包，里边有蓝制服上衣、女上衣各1件，布包旁边放着一件灰色蚕丝制服裤，有被水洗过的痕迹，还有一双39码的老式男胶鞋。这堆东西是从哪里来的？又属于谁呢？时间回到28日下午2点钟，摆摊的老赵正在林前摆摊，
隔壁的三顺子跑来告诉他说，你家的门被撬开了，快回去看看吧。老赵于是急忙往回走，迎面来了一个穿环上衣、灰裤子、20多岁的家伙，腋下夹着一个白布包，走路慌里慌张。老赵到家一看，放在炕上的白布包不见了，猛然想起刚才迎面走来的那个夹包的家伙，肯定就是他偷的。于是老赵便按着他往室内逃走的方向追赶了过去。追到了车站，老赵就问站长有没有看到这个夹包的家伙。站长说没看见这个人，刚才有位单身女学生刚刚离开，你如果要去找人的话，顺便给人家搭个伴。老赵顺口答应后，就继续追赶小偷。但这一路上，老赵既没有找到小偷，也没有遇到女学生。于是老赵去警察局报了案，警方把现场的小白包给老赵辨认，老赵确认这个包就是自己被偷的东西，但包里少了2条蓝色的裤子，小包旁边的灰色蚕丝制服和鞋不是老赵的，可以确认裤子和鞋应该就是小偷留下来的。案件变得越来越扑朔迷离，这起盗窃案与杀人案又有什么关系呢？小偷难道会是凶手吗？经过法医鉴定，受害者的2眼、球结膜及脸结膜都有明显的溢血点，这是窒息死亡的特征。根据颈部有环形的痕迹，可以证明主要死因是生前被勒，造成窒息死亡。遗骸身上的伤口都是2角呈锐角，长约2厘米，有5处深达胸及腹腔，最深的达6.3厘米。衣服上被刺的裂口在显微镜下显示有一端呈锐角，一端较宽，并有错断的布丝，推断造成20处伤痕的凶器是一把宽不超过2厘米、长在7厘米以上的单面刃的刀子。受害者无搏斗痕迹，只出现了极少的尸斑，可推断有内出血，因此推测先勒后刺杀的可能性较大。受害者经过检查没有被侵犯的痕迹。初步研究了案情后，警方认为此案情况复杂，必须先深入调查，收集信息以后再做全面的分析，于是决定按多个方向同时调查。首先去农学院调查受害者的生前情况、社会关系，再去抚顺深入了解受害者姐姐的情况，看姐姐是否有给受害者介绍过对象，到受害者原籍了解其家庭情况，看看家庭是否与人有结怨，对现场周围进行调查摸底，询问附近居民是否有人目击过嫌疑人，同时对小偷遗留的裤子进行技术检测。之后不久就得到了居民老陈反映，案发当天下午，他在回家途中行至距离现场约300米处，忽然听到2声尖叫，声音很大，像是女人的声音，但没有看到人。后来他还遇到了来这儿追赶小偷的老赵，住在附近的老刘。案发当天下午5点回公司，走到东林北小街附近，由对面过来了一个人，20多岁，中等个子，穿白裤衩、白背心，光脚，左肩搭着一件黄衣服，右胳膊夹着一条蓝裤子，看起来湿湿哒哒的，应该是刚刚洗过。这个人低着头，顺着铁道往市区的方向走去了。经过实验，被偷东西的老赵跑到林后需要40分钟，并根据2人的线索推断行凶杀人的时间大概是下午的4点10分左右。在农学院调查发现，学生小杨曾向受害者表白，但遭到了拒绝。小杨家住抚顺，案发前一天与受害者先后离校，现在尚未回校。8月1日，刑侦处召集去过现场的20余名有关人员，对案件进行全面的分析研究，发现了很多的疑点。根据受害者身上的刀伤和勒痕，以及没有生前的搏斗痕迹，可以推断凶手忽然袭击了受害者，先勒晕受害者，然后再杀害。但现场鞋和小包掉下的位置与行凶手法有矛盾，因为受害者受勒时必然马上扔掉手里的一切东西进行挣扎，现场却是先扔掉鞋后扔的小包。在杀人动机上，按现有证据来看，刺杀20刀的凶狠手段，受害者家庭情况复杂，以及有人对受害者有爱慕之情来看，非常有可能是有预谋的仇杀。但现场却发现了嫌疑人遗留下来的蚕丝制服裤和老式男胶鞋，又与预谋格格不入。还有一种可能是见财起意，抢劫杀人，但同样让人疑惑的是，凶手没有带走受害者的财物，相反还把自己的东西放在了现场。如果只是单纯的抢劫为目的，为什么要刺向受害者20多刀呢？在扑朔迷离的案情下，
下，领导决定从附近居民可能目击到凶手这个方向入手，安排更多警力开始在案发的路线上摸排。就这样，循着踪迹，刑警顺着铁道一路排查，来到了距铁道10余米的东陵军校。案发当天下午5点左右，在猛赶执勤的小蒋看见了一个穿蓝裤子白背心的人，肩上搭着一件黄上衣。住在铁道旁的张老太太出门倒水，也看见了相同的人在铁道上走着。再往后的居民就再没有见到这个人了。周围派出所提供了一个线索，附近的无业游民小李21岁，天天穿着一件黄上衣在外边游荡。经调查，该人不仅有黄色上衣，还有白背心和39码的老式男胶鞋。案发当天上午10点外出，29日就换上了黄胶鞋，并把头发剪短，和日常表现较为反常。经过3天的调查，警方却始终查不到他曾经有过灰色蚕丝制服裤。以免打草惊蛇，警方暂时停止了对小李的调查。寻找线索的调查人员陆续回到了警察局，在农学院的调查也没有发现可疑的地方。曾对受害者表白的同学小杨，案发前一天在哥哥家里，案发当天下午打麻将到深夜10点，29日早晨返的校，他有充足的不在场证明。就在这时，所有的线索都走进了死胡同里，那转机究竟在哪儿呢？警方对灰色蚕丝裤子进行了检测，并没有发现血迹，但在裤腰上发现了一组这样的编号。继续调查发现，这是洗染店的出厂编号。在和市服务公司沟通以后，警方决定召集所有的洗染工人，让所有人自查这个编号。当天晚上就发现3家洗染店拥有这样的标签，其中一家于6月17日洗了一套灰色蚕丝制服，6月18日被取走的，留下的洗衣票上写着名字崔涛明。根据当事人说，来洗衣服的是一个看起来像工人的朝鲜族男子，好像住在附近的一家宾馆。刑警考虑到嫌疑人这个时候已经离开了宾馆，于是将带有符号标签的裤子交由刑警队和火车站附近的警察进行辨认。很快就有一名警察表示，1个月前刑警队抓过一个穿着这样裤子的小偷，朝鲜族人，被口头教育后释放了。当天的卷宗记录，崔涛明38岁，沈阳扎干厂统计员，7月14日夜间行窃，被居民扭送至警察局，因损失价值不大，教育后释放。警方立刻与沈阳扎干厂保卫科联系，得知盗窃人真名叫崔寿敏，8月2日因偷自行车已经被地方警察局逮捕扣押了。觉得接近真相的警方立刻提审了崔寿敏，其外貌特征与线索完全相符，他穿着的蓝色裤子经老赵确认就是他丢的。至此，小偷找到了，那他是凶手吗？刑警慎重地考虑了预审对策后，立即对崔寿敏进行了审问。他对行凶杀人供认不讳。当天事情是这样的：7月初，崔寿敏就想要寻找时机对路人实施抢劫，于是特意买了刀。案发当天下午，他偷了老赵的包就跑，一路上都是土路。等到感觉安全了，才发现自己的身上全是泥污，于是来到案发现场附近的河沟，放下偷出来的小白包，脱下自己灰色的蚕丝制服和鞋，在河里进行了清洗，换上了刚刚偷来的蓝裤子。返回大道时，看见远处走来了一个女生，崔寿敏顿生歹念，悄悄躲在草丛中，掏出刀子，等被害人来到面前时，猛然跳出，抓住被害人的右肩，用刀逼迫被害者把钱拿出来。没想到被害人不肯把包给到他，并坐在地上抱住了崔寿敏的大腿，并高声呼救。害怕被人发现的崔寿敏立即用刀向受害者的腮部刺了一刀，受害者的脸颊当场被刺穿，鲜血直流。但这一刀却引起了被害者更加激动的呼救。崔寿敏随即用力扯住被害人的后衣领，勒紧了被害人的脖子。被害人叫喊声越来越小，崔寿敏抓着被害人的腰带，将其拖往旁边的草丛中。杀红眼的崔寿敏在其身上一阵乱刺。就在此时，崔寿敏突然听到了脚步声，做贼心虚的他迅速向树丛的深处逃去。等到脚步声渐渐远去，慌乱的崔寿敏回来准备寻找制服、鞋和小包，却怎么都找不到。不敢多做停留的他，顺着铁路就逃了出去。途中，他扔掉了凶器，然后在一条河沟里洗了带血的衣服，搭在了肩上，顺铁道返回了家。至此，案件的过程已经水落石出，但必须找到杀人凶器，也就是那把刀子。崔寿敏表示已经记不清扔到了什么地方，而铁道周围全是茂密的树丛高草，还有水坑。要在这样的地方毫无目标地寻找一把小刀，那堪比大海捞针。
刑警知道凶器不找到，这个案子等于没有破，于是组织了20余名刑警，把这一带的所有高草全部割掉，再仔细的一点一点的进行搜索，并用上了扫雷器搜索每一个水坑。经过这样来来回回11次的排查，终于8月11日，他们找到了凶器。至此，728东陵抢劫杀人案历经14天，最终告破。罪犯崔寿明以盗窃罪、抢劫罪和故意杀人罪数罪并罚，被判处了死刑。尽管凶手已经伏法，但女生却再也没有办法看到她的姐姐了。如果你还想看更多奇案，推荐观看这边的视频。点击小铃铛订阅是对我最大的支持。我是左手响指的 Loki， 我们下期再见。